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们，他们在爱情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一起来认识一下。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于先生29岁，来自黑龙江支援；侯女士27岁，来自黑龙江支援。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婚后家庭和谐吗？不和谐，他太矫情了，啥事儿都跟我斤斤计较。不和谐，他就是个搅屎棍。我们婆媳矛盾都是因为他。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控制欲太强了，啥事儿都得按照他的意愿来。他一点都不在乎我，连带着他们家人也不把我当回事儿。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好好过日子吧，别没事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别天天跟个疯子一样。那谁先来说说，从哪一点开始说说？就是我觉得他婚前婚后完全就不一样，他现在情绪特别不稳定，然后一生气就开快车摔东西，把我跟我婆婆搅和的婆媳关系就特别不好，我就觉得这日子现在没法过了。孩子不用他管，钱不用他花，没事找事儿，没苦硬吃，鸡蛋里挑骨头。哦哟，这反正大家对对方的控诉都不少哈，一点点慢慢说。先说说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吧。就是之前我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嘛，因为我们俩是之前认识很久了，然后后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打麻将。有一次我生病了，他就一直照顾我。我说这男的好贴心呢。然后我们俩就很快确定恋爱关系了。我们俩谈恋爱第4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怀孕了。他那时候就说，那咱们俩年纪小，就先不要这个孩子了吧。我说那行，然后第2天我们去医院了，结果一进手术室，我害怕，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呢，一合计，反正也打算结婚了，那咱就要这孩子吧。我们俩就闪婚了。一开始还挺好的，然后后来是我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第一次发现这人太可怕了。我们俩开车拉着我妈跟我婆婆，我们出去吃饭，前面就有个车别他嘛，他就往前开，结果那车一个急刹，他一个急刹，当时那安全带就勒我肚上了。就勒一下肚子能咋的？疼一下能怎么的？那是不是晚上去医院保胎了？我当时在医院住7天，他7天他根本就不在医院陪我。你住7天，大夫不也说没啥事儿？那要有事儿早那啥了。我7天我不在医院。这作为女性作为母亲听不下去啊！什么叫安全带勒一下肚子疼下能咋的呀？那里边可是个孩子呀，能咋的呀？对，他根本就不把我的安危当回事儿。不也得上医院吗？他就不光是这样，你知道吗？就包括他跟我们家孩子也是，就1岁多的时候，那小孩他懂什么呀？他在那个沙发上喝水，他觉得看那个动画片吐水他好玩嘛，然后他也吐，他上去就把孩子水杯抢过来扔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这样？我说你给孩子吓着了，你不知道吗？他又来气了，那手机拿起来就摔地上还不满足没摔碎，上去又补2脚。那咋的？那你管不了，他吐水那就别喝呗，我不给他立规矩吗？扔他谁也别喝。你给1岁半的孩子立规矩是吧？对呀，那他也就往那吐，他也管不了，那我就扔了，别喝了呗。我们俩搬家，我说你先把你那干净的衣服收拾起来，别一会儿搬别的弄脏了，对吧？因为搬家车来了。他倒好我就不的。然后我说他2句，他又急眼了，手机摔下去了吧，然后不满意，那电脑琥珀吊坠什么的全在桌子上，全给你糊了地上，还不解气。iPad 拿起来从6楼梆就扔下去了，这是没砸着人，这要砸着人怎么办呢？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就贼较真儿，非得让我整那衣服，那我整我这堆不行啊，我就得按照你的意愿来。兄弟，高空置物是违法的。他根本都意识不到这点。这个砸东西有没有统计过损失啊？这些年3年摔东西得小10万块钱吧。你不心疼这10万块钱呀？我挣呗，他可骄傲了。那摔完挣呗，我也不能打他。赚老多了是吧？他可骄傲了，就不光是在家里面，在外面也是。他在单位就因为这事儿，他在单位坐了好几个月冷板凳了，已经。啥意思呀？有一天他回家，我说你手机怎么没了？他说他可骄傲了，我摔了。我说你为啥摔手机啊？我在单位，我们领导批评我，那么多人批评我，我下不来台，转身我就走了。出去我就给手机摔了，把他们单位瓷砖都给摔裂了。我没当他面摔，就挺给他面子了。不是这手机摔了，电脑摔了，不得重买呀？有人给他买呀。那我老婆婆给他兜底儿。他第1次摔完手机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是长谈了一次嘛，然后他跟我保证说，以后我再也不摔东西了。后来吧，我们俩吵架又摔了。我就跟我婆婆说了，我说妈，我说这回咱绝对不给他买新手机了。
好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没2天新手机又送到家了。这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呢，能收敛？那完了，就是上次他姑说那个就是关于他奶奶那个赡养问题，咱开个家庭会议吧。因为平时他奶奶都在我家，是我公公婆婆管，然后他姑就来兴致说咱开会说说以后怎么办吧。结果开会他姑就说那个啊，我也不想管，我也不想出钱。然后我公公婆婆没等说话呢，他急了，他站起来指他姑鼻子骂：“你能待，你不能待，你就给我滚出去！”然后把手机梆一摔，人扭头走了，给我晾那儿了。怎么养成这么大的脾气？我这骂他，我这都轻的，他下回再来再惹我爸我妈，你看我收不收拾他？我公公婆婆就特别能惯着他嘛，他从小要什么都满足他，就现在也是啊，我想要这个，我婆婆马上就去给买。我说不好使，5一嘛，我领我婆婆，我还有孩子，我们上那个万达，也是去年的事儿，我姑娘也1岁多，然后她就看别的小孩儿，可能大点的小孩吃冰淇淋，她就说妈妈我也想吃。我说那个你太小了，现在不能吃。我说等以后了，妈妈给你买。哎，然后我婆婆寻思，你给妈买一个，妈想吃。结果买完转身塞我姑娘嘴里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妈啥意思啊？你这阳奉阴违的。那我妈咋的了？孩子吃冰淇淋咋了？谁不能吃啊？小孩没吃过呀。那你姑娘多大？你心里没数？多大1岁多的孩子你给吃冰淇淋，尝一口能咋能过去啊？钱也不用你花，孩子也不用你管，要你领回你整呗。哎，孩子是公公婆婆在带啊？对，不在身边。对，因为那个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就生病了，我生病，然后他妈说，哎，那你送回来我带，我爱带孩子，因为他刚退休没多长时间嘛。后来我就说那个我病好，我说那孩子接回来嘛，他就不同意，他说啊也不用你带孩子，咱俩该干啥干啥，多好啊！啥都他管，你他挣钱该玩你的呗。这不是不让你媳妇儿管吗？他也想管。你妈也有点太过分了吧？我姑娘今年年初，我婆婆说那个别的孩子都报兴趣班，那咱也报兴趣班学点啥呗。我说那行，我说那咱那个学点什么乐器？她说啊，那我看楼下那孩子学舞蹈可好了，我就想让我大孙学舞蹈去。我说妈，这绝对不能学舞蹈，我已经明确跟她表明了，我说太小了，对身体什么发育都不好，不听。趁我上班啊，偷摸领我姑娘上舞蹈课去了。结果上到第2、3节课的时候吧，给我姑娘拉伤了。就这点破事儿，那我是不是明确表明不能去学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告诉你，你就反驳，说啥都不行。我跟你说啥呀？说完干仗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妈什么都掺和吗？现在不是你婆婆什么都掺和，是你啥都基本上掺和不上。我纯她家工具人。除了这些，你私下里跟婆婆关系好吗？我是很想跟她搞好关系，就奈何就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跟她搞好关系，因为她就一直在中间搅和。就包括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是他家工具人呢？就他上回有一回他老叔住院了，我们那个市要转到省里去嘛，然后他们家是没有认识人，说那你给我们找个人吧，是不是？我给他找完人，那天我朋友本来下早班就可以回家了，等到我们晚上8点多，然后我婆婆过来跟我说啊，不用你找的人了，我们自己找着人了。我说那你早干嘛了？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人白白等你1天呢。我的人情不是人情，我的面子不是面子。他也没人跟我说他找人了，那找就找了，不行请吃饭就完了呗，那也没时尚。那你就是你家的事儿跟我中间，你是不是应该当这个纽带呢？哎，但是这个姑娘，你是不是面上还是跟婆婆关系还是可以的哈？对，就面上过得去吧。其实你有很多不满又改变不了的情况，想靠老公来解决一下。对，然后发现他就是越搅和越深。就包括他现在在我们家面前，他装都不装了。那谈恋爱的时候，一口一个啊妈怎么这么地可好了。然后后来啊，我每次跟他们家人吃饭，就包括人多的时候，我进去我都挨个打招呼，然后吃饭我从头陪到尾，我也不会玩手机什么的。结果前段时间我太姥90来岁生日了，你说一屋子长辈，我们家本来人就多，我进去之后，你是不是应该有礼貌的每个人都去打招呼？而且我也是跟你挨个介绍了，我也没说让你进去就自己叫人，对吧？哎，他不的。他进去一屁股坐沙发上开始玩手机，你在我家是不是得给我留点面子？因为我结婚没有彩礼，我也没要3金，然后结婚2周年，我说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呗，我说那个新出的挺好看的。他回家管他妈要金镯子去了，跟他妈说你那结婚你啥也没跟人家，你快点给人买金镯，不然明天儿媳妇跑了。那买金镯子。那我工资全给你，我没钱我偷抢去啊！你别有不知道你有私房钱，我那钱不得咋样备用吗？万一有点啥事儿呢？就这事儿，后来我婆婆还跟我妈说呢，回去让我妈好顿给我损。我妈说那咋的，我买不起呀，你回去管老婆婆要去。我说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说管我老公要，又不是管我婆婆要，我委屈死了我都。那你们生活呢？你俩不是自己过小日子吗？我的妈呀，他就是一纯妈宝男，他偷摸把我家钥匙给他妈了。我都不知道，
那我觉得钥匙给我妈不正常吗？她没事来转转看看呗，咋的了？那能是那么回事？他这个人就极其邋遢。就是我之前录了那个挺多视频，那现在我都不录了，我就现在没必要了。有视频是吧？咱看看呗。这是袜子，这是他那臭袜子。哎呀，我都感觉闻到臭味儿了！一天呀，就相当炸裂了。就是餐桌上好几双袜子，谁收拾？正常以前其实都是我跟他收拾，但是你说我也不能一直跟他屁股后面收拾，对吧？因为我也上班，我也累呀。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自己收拾收拾呗。结果不为所动。好，然后我就生气了。我把他所有衣服全堆起来了，那些破烂我全一股脑全扔他衣柜里了。而且我们俩不分居了吗？外卖盒了他妈，我全扔他卧室。不是，等一下，我落实是分房了是吧？对，已经分房了。然后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他妈在那给他洗衣服呢，阴阳怪气说我啊，你不给我儿洗衣服，那我得管我儿子呀。他妈现在就想要求我，就像要求他自己一样啊，你得跟我儿屁股后面收拾。我可能吗？大家都这么大人，我从小我妈就教育我自己事儿自己干，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你们俩是你要来的是吧？对。那你的诉求是啥？我第一点就是你以后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就别把家给我弄得那么乱。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想把孩子接回来，我自己管，因为他们家已经把他养废了，我不想就是把我姑娘也养废了。不是，那你要孩子的话，你自己需要不就得了吗？这找我们能给你去抢孩子去啊？然后因为我也不想让跟我婆婆弄的，就是实在是对太尴尬，因为两家之间还要维系关系呢，对吧？那你要把孩子接回来之后，你带得了吗？因为我妈妈现在不是也退休了吗？我寻思就是可以，就白天的时候老人帮带一下，然后下班回来就我自己带了，就来你们家里是吧？对，来我们家里带，而不是孩子在他们家。然后我还有一点诉求就是把咱们家钥匙要回来。不是，那他衣服怎么办？他衣服反正我不管。不是，那你考不考虑离婚？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就如果他要以上都不予改变，对，你就真不想过了是吧？对，过不下去了。能做到吗？我尽量呗。尽量就是做不到呗。他就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是这么理直气壮也挺奇怪的哈。咱至少有商有量的哈，有个空间。这姑娘，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所有他今天这么对你的态度，都是你允许的。当你捆绑上他的时候，不是带着热恋走进了一个闪婚的状态里，很有可能是你们都不适应一个新的角色突然变化。他所有的那种情绪的爆发，我的直观感觉就是，其实在他心里好多他真正的需要，他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满足。你别看他得到的一个物质上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有落差，砸了有新的，扔了有新的，什么都会有新的，但没有一个东西是他自己，就他的能力可能从来都没有被看到过。所以他对于他自己能力的开发，他对于自己能力的那种看见，你也看不到，他妈妈也没看到。如果你能用欣赏的眼光肯陪着他，慢慢发现他的能力，然后鼓励着他成为一个更有担当的成年人的话，这要看你了，你有没有这个耐心。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也没有这个耐心的话，那么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可能从根基上是出问题的。这个拒绝反思自身的问题，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人的问题，你听着像不像？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么病态化啊。那当然，巨婴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啊，不是病。他一直完全不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梗着脖子说理直气壮。其实他一直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是有问题的，只不过那个东西和你一直以来习惯的父母给予你那个东西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这种不协调，你最后妥协了。怎么妥协？就是你就用这种理直气壮的东西，睁开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应该离开父母，忤逆一下父母，走到这个社会上去，感知一点别人对你的异样，感知一点负面情绪，感知一点不舒服，感知一点这个社会对于你的拘束。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个话，可能以前很少有人跟你说，可能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你相信我，兄弟，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还有救。你今天要不是梗着脖子在这舞台上来这一出，我觉得你就没救了。所以我建议你想一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至于姑娘，闪婚是新时代的盲婚哑嫁，你4个月就跟人怀孕了，今天这个苦果就是你自己应该吞的。我一点都不同情，而且我知道你是个很强大的人，而且我知道今天你在舞台上，你就算不跟他离婚，
未来迟早有一天，这迟早有一天3年以内吧，你肯定你30岁以前一定跟这个男人离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就是你是必须要用一段痛苦来弥补自己以前的错误，所以这个痛苦你是躲不开的。这个时候无非就是再看这个男，就我刚才跟他讲完这段话，看看对他有没有触动，有触动我们可以再看个半年，没有触动就算了。孩子该要你就得自己要，让他给你要不可能。我在试着想，这个姑娘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男孩哈？我觉得肯定还是这个男孩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哎，你还是看上了他，可能对，因为那个时候你认为的一个和睦的一家三口，是的，一个很好的公婆，我很羡慕这样的一个能干的宠爱儿子、宠爱孩子的母亲，对吧？所以你反复说，哎，我的面子上得跟我婆婆过得去，对吧？我们回头还要2家人相处，我这不能就撕破面了。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也有很严重的问题。其实你是有回避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问题你是不敢解决的。哪有一个母亲聪明能干，自己有工作，还有娘家支持，这孩子就要不回来了？我都没听说过。你也不作为啊！你但凡有自己的主意、主见和定力和做妈妈的勇气，谁抢我孩子都不行。婆婆你再是个好的老人，再有体面的生活，你再经济条件不错，我的孩子是我的。你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个反抗啊！你没有争取过，你等着别人给你爱、给你关怀、给你温暖的家吗？不是这样的。爱、温暖、关怀都是相互的，是我们去和对方营造出来的。除了自己的父母，没人会主动无私的给予你爱。所以我觉得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要去勇敢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好，第二，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从心理上和他分离一段时间，至少，因为他根本他没有办法和一个女性产生这种我们其他夫妻的那种亲密关系的链接。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挺挫败的。他在这个客观世界和在现实世界当中是找不到自我的，是找不到自尊的，是找不到被尊重、被爱的感觉。他没能力干这个事儿，你和他形成不了完整的链接。你就把自己把孩子弄好，然后做好这个家是你自己的，你还没跟他离婚，你还生活在这个房子里，房子的清洁、整洁、美好是你营造的，是你需要去创造的，而不是天天跟他较劲、跟他生气，跟他相对的剥离开，去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好，这是你应该做的。男生，你如果不调整，你的人生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你爸妈的人生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你娶了这么一个还算是我觉得是至少是善良的，有自立能力的，只是没能力让你长大的一个女性，我劝你珍惜，离开她，更没有人愿意和你在一起。于先生，人不能太有恃无恐了。你的妈妈给你兜底，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可以给你兜底，你可能比别的孩子更有必要早点成熟。我不认为你们2位能离，因为你当初4个月就决定嫁给他，你知道自己嫁的是什么。我只能劝你丈夫，咱们稍微长大点，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小家，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也需要长大一点。但是也不一定做得到啊。您现在真要是就是想跟自己丈夫分开的话，您的女儿现在是不到3岁，如果按照规则的话，女儿在这个岁数原则上归妈妈。你去考虑，我个人建议呢，你们2个相互适应，这是你们2个自己的选择。一个知道自己娶了之后，哪怕他离婚，再婚不难。你丈夫于先生跟你离了婚，他再婚不难，你信吧？我信。而您呢，就是真正要是跟他离婚，您可能知道，曾经我用婚姻追求的东西，可能最终会落一场空。所以2位，我不认为2位能离婚，你们自己继续适应。但是咱们家孩子，我个人建议，跟谁过好？跟你们过好，还是跟孩子的奶奶过好，还是跟孩子的外婆过好？你们商量清楚。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跟你们2个人过，你们觉得好吗？满屋臭袜子，动不动屋里就摔东西，你们2位觉得好吗？所以，孩子，我建议
在奶奶那儿或者在外婆那儿，比跟着你们俩过强。这位男士从头到尾的态度都是我就这样，没啥理由，我就是规矩，你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跟任何老师解释我为什么，你都不屑于跟我们解释。咱就说你一年砸了4个手机，你是一个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而且你连自己的孩子1岁多的孩子，你都要跟他较劲儿，你在他面前要砸东西，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是一个情绪和心智上，甚至有的时候精神状态上你都不能够自控的一个人。然后呢，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让着你，不需要有修养，你不需要有那个尊敬他的父母，甚至他的爷爷奶奶，你谁都不需要尊敬，你没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你没有珍惜过任何一个人，没有珍惜过任何一样东西，而这一切都因为有你的父母亲来给你兜底儿，你会觉得有恃无恐，无非就这样，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位女士她改变不了，因为她就在这个环境中间。你们好好商量吧。我坚决的认为不会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侯女士是18岁就出来闯社会了，今年你27，也就是说，其实你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你见到你丈夫的第一眼，你就知道你要嫁的是什么人。这个也不一定啊，人生活到一定程度，后来发现不一定是被物质条件吸引，物质条件带不了自己幸福感的时候，是吧？去追求更大的幸福感，完全有可能，是不是？我觉得也是。所以我觉得你抓好自己的独立性，既然有独立的想法，是吧？就自己走了的路，不要既要又要想要，你只能要一样，明白吧？明白了。还是你们自己去考量吧。啊，这个毕竟人生的路自己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第一对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请开门，等您出来。哎呀，这妻子还是笑盈盈的出来的哈。他说他回去肯定改，改啥？就是以后也不摔东西了，然后就包括对我们家里人的态度。把那个钥匙拿回来，把钥匙也拿回来。哎呦，还是有触动的哈。去人际关系里面吃点苦，就是人际关系里面你学一点共情，学一点和别人的沟通，去看一下别人的需求，我觉得对你是有好处的。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多抱一会儿。哎呀，这妻子哭了，抹眼泪呢。哎呦，还是有感情的哈。虽然诸多不愉快，但是希望感情能够让我们携起手来向前走吧，好不好？加油吧，年轻人们！再见，老师，拜拜。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联系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也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